给你1秒钟，说出一个你心目中的股神名字。应该很多人都会说巴菲特、查理蒙格、索罗斯、彼得林区吧。但有一个名字，只要你在股市上交易，是绝对要知道的，就是杰西·里佛摩。而且你不光是要知道他的名字，你还需要知道他的故事和操作理念。因为在上个世纪的美国，这位横空出世的天才，曾在1929年做空整个美国市场。历史好的观众应该马上想到1929年是什么时空背景了，就是史上著名的经济大萧条，又称经济大危机、经济大恐慌。这是发生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。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仔细听好了，全世界国际贸易锐减50%，美国失业率飙升到25%，有些国家甚至达到33%。全球国内生产毛额下跌了约15%。和大家比较熟知的2008年金融海啸相比，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期间，全球国内生产毛额跌幅也不到1%，这是硬生生的15倍啊，用惨都不足以形容了。也是因为经济大恐慌激起了集权统治，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等独裁者，还有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是因为这样崛起的。毕竟没饭吃嘛，就把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激发出来，间接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就是这样惨烈的情况，绝多数投资人都在股市崩到不行惨赔时，里佛摩靠着世纪大放空，获利1亿美元。当时的1亿美金换算成现在大概有1000亿美金，所以有人称他为美国史上最强投机客、百年一遇的交易天才，能够预知未来。但同时，里佛摩一生中却也经历过多次破产，甚至最后是以自杀收场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到底这一生中他经历了什么？一路走来有哪些坑或是投资心法值得我们学的？这集影片就要跟你分享，交易之神杰西·里佛摩到底是如何从穷困阶级一路爬上人生巅峰的。5美元起步投资生涯。1877年，杰西·里佛摩出生在美国的麻萨诸塞州。他在贫困环境中长大，只读过小学，父亲以务农为生。3岁半时，里佛摩学会读写。据说在5岁时，他就开始阅读财经报纸。在学时，他的数学成绩特别出色，只用1年时间就完成3年的课程内容。14岁时，他的父亲要他辍学去农场帮忙，但这不是里佛摩想要的，所以母亲就筹了5美元，帮助他离家出走，前往波士顿。后来在潘玮柏证券经纪公司工作，周薪5美元。里佛摩的母亲当时肯定没想到，这个决定将诞生美国历史上最强的交易之神。当时股价会透过纸袋传给股票经纪人，而里佛摩的工作就是把纸袋上的价格抄写在黑板上，让客户可以查看股价。每天下班后，他就会看那些他写下来的价格，并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。看着看着，里佛摩居然逐渐掌握了股价的波动。他发现，股价虽然随机，但是随机中又具有一定的规律。股价总是会在大致区间进行整理，而股价只要突破这个区间，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股价会像小当家打开传说中的厨具，一条龙直冲天际。反过来说，当股价跌破这个区间，就会像失忆的中年男子，萎靡不振，甚至荡到谷底。聪明的你应该想到了，里佛摩当时发现的就是100年后的现在常说的技术分析，而那个区间就是支撑、压力、箱型整理等技巧。里佛摩当时发现的规律，也类似我们经常在订阅教学文章里面教的相似操作法、区间操作法以及突破与跌破的操作法。想了解，可以点选下方资讯栏的连结。1892年，15岁的里佛摩第一次交易，当时他在一家对赌行用5美元押注芝加哥、柏林顿和昆西铁路的股票，利润为3.12美元。这边说明一下，对赌行就是19世纪末美国的非正规交易所。对赌行不买卖股票，而是押注特定股票价格会上涨还是下跌，所以你可以把对赌行看作赌股票涨跌的赌场。16岁时，他决定辞职，开始全职的交易人生。从1893年到1894年，里佛摩每周在波士顿的对赌行赚取约200美元，远高于他在潘玮柏公司的周薪5美元。于是，他带着1000美元回家，不但还给母亲帮助自己离家出走的5美元，还帮母亲买了套房子。但母亲其实不赞成儿子赌博，里佛摩则是反驳自己不是赌博，而是投机。你们觉得里佛摩算是赌博还是投机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
从1895年到1897年，李佛摩18岁到20岁之间，累积了一共1万美元的交易获利，3年交易的净投报率是1000%，也就是10倍。不过，由于他一直赢，而且赢了太多了，对赌行本质上还是一间赌场啊，所以到后来，大部分波士顿对赌行都把李佛摩列为黑名单，禁止他交易，用伪装和假名进行交易也都行不通，李佛摩只好另外找出路。话说回来，对赌行中就都是在赌股票行情，为什么杰西·李佛摩可以在股票市场中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？杰西·李佛摩自己曾说过：“我注意到，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，股票价格总是表现出一定的规律。我努力记录股价变化的时间以及它们如何变化，而透过这种方式，我可以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收益。比如，我可以判断出在哪个价格买入比卖出更好。股市的战斗每天都在进行，而报价单就是我的望远镜，命中率可以达到70%。” 1900年9月14日，23岁的李佛摩搬到纽约，和前面的对赌行不一样，这次可以说是真正的交易生涯。那时股票市场正值牛市，他在一家股票经纪公司进行交易，5天内就把1万美元变成了5万美元。接着他预计股价要开始回调，马上用400%的保证金放空。可这一次迎来的不是胜利的果实，而是他的第一次破产。为什么对赌行时期李佛摩战无不胜，到了股市就马上踢到铁板？难道是他的交易手法不是用在真正的股市吗？还是风险控管不好？其实都不是。真正的答案是，股票行情时代的更新速度不够快，让他没办法及时做出交易决策。你想想，在这一刻看到突破信号，知道要买进，没办法马上买，等到你买了，行情是不是很有可能发生改变？等于我当下看到的股价其实是一段时间前的价格，所以李佛摩就这样失去全部资产。经历第一次破产后，李佛摩和朋友借了2000美元，搬到另一个城市圣路易斯，准备东山再起。24岁的他买入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，这次他远远超过过去的交易绩效，这票让他的1万美元直接变成了50万美元。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前一天，李佛摩又放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。你没看错，不知道是天之异象，还是看到了某种迹象，李佛摩是从地震前就开始放空。旧金山发生地震后，27万多人无家可归，他相信地震会导致股市崩盘，又将空单增加好几倍。到最后，所有空单平仓，他赚进25万美元。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 J.P. 摩根甚至亲自写信，请求李佛摩不要再放空了。1907年，李佛摩已累积超过300万美元的财富，真正的进入上流社会。什么游艇、私人火车车厢、庄园、豪宅，数不清的妹子样样来。这时候的他只有30岁，但是他还是不满足，开始前进期货市场，交易棉花期货，结果又赚了约200万美元，因此吸引到另一位投机客泰迪的注意。泰迪邀请李佛摩一起合作，他认为泰迪比自己还要懂棉花，所以就听取泰迪的建议。但殊不知，李佛摩已经违反了自己定下的原则，要独立思考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。人在意气风发，常常会开始膨胀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。除了买棉花外，李佛摩也买小麦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李佛摩违背自己的原则，也犯了大多数散户都会犯的错：获利的马上卖掉，亏损的不断加码摊平。加上李佛摩继续买棉花时，泰迪居然暗地同时做空，让李佛摩赔掉450万美元，面临破产。杰西·李佛摩的中晚年，破产了怎么办呢？俗话说，出外靠朋友，当然是和上次一样在和朋友求助，但是这一次没有朋友敢借李佛摩钱了。第二次破产对李佛摩打击非常大，幸好最后有一家交易行愿意借给李佛摩500股的股票，不限金额，随便他挑。这对李佛摩来说，看似在地狱中降落一道希望曙光，但更深层的意义是，他只能拿到1颗子弹，剩下一次扣动扳机的机会，没打中就完了。李佛摩知道这一次要非常谨慎，回归理性，不能被感性左右判断，所以他整4个月没有交易，只是埋头研究，等待机会。当时的时空背景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李佛摩发现发生战争导致金属的需求量爆炸式成长。他在耐心确认股价形成上升趋势后，就立刻以98美元重压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票。110美元时没有像上次一有获利就卖出，而是选择让获利奔跑，同时继续加码，最后在145美元的价格卖出。2年内的时间，他的获利不但还清了200万美元的债务，还购买100万美元的债券，
重新回到人生巅峰。这时的李佛摩已经40岁了。一个40岁又经历2次破产又好不容易翻身的中年男子，会为人生做什么打算？我想你可能猜到了。李佛摩决定把资产分出50万美元放在信托基金锁住，只能领利息，不能领本金，让自己有安稳的日子，不再有破产的可能。这如果还在破产，谁受得了啊？接下来他又开始奢侈的生活。李佛摩在长岛海湾买一栋占地13英亩的大房子。13英亩是什么概念？大约将近16000平，8个足球场大小，室内有29个房间和12个卫浴，好像用大房子都不足以形容了。而且房子内还配置私人理发师，帮李佛摩剪头发、刮胡子和各种管家、司机打理一切。1929年初，李佛摩发现市场上的龙头股有要死不活的迹象，已经身经百战的他又嗅到了交易机会。他认为股市准备见顶了，而且恐怕是100年一遇的交易机会。他心中马上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做空整个美国股市。但是这样的行动必须很小心，毕竟太大资金一次下去会马上被其他人发现不对劲，交易机会就丧失了。所以他找了100多名股票经纪人，一点一点地完成做空。到了1929年10月29日，美国股市果然开始暴跌，历史上称这天为黑色星期二，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股灾。大多数投资者一天之间就破产了，工厂和银行一间接着一间的倒闭，无数人面临失业。说有多惨就有多惨。李佛摩当时为了他的计划在交易室待了整整1周都没有回家。等到他回到长岛海湾的那个超大房子时，他惊讶地发现家里墙上的画、餐桌上的银餐具、老婆的珠宝、老婆本人、小孩、管家通通不见了。后来他在管家的宿舍找到老婆小孩，这时候老婆旁边放着大包小包的家当，哭着告诉李佛摩，惨了，我们这次真的惨了。因为李佛摩的妻子知道股市崩溃，老公又是做投资的，最近也都没回家，肯定很惨，所以赶紧把贵重物品打包好以防万一。李佛摩不疾不徐地跟老婆说，老婆，我们这次是真的惨了，但是赚惨了，赚烂了。因为李佛摩在这1周的股灾中大捞1亿美元，当年美国1年的财政收入也才42亿美元，所以有人说换算成今天，李佛摩这笔应该有1000亿美元。所以这次100年一遇的机会，李佛摩可以说是将毕生绝学倾注在上面，最后也把握住了机会，在股市中打出一场历史留名的胜仗。可惜迎来人生中最巅峰的时刻后，李佛摩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了。他被舆论指责为这次股灾的罪魁祸首，并收到死亡威胁，因此雇佣了保镖。李佛摩的太太在一次喝醉酒时，还意外开枪打中儿子的腿。这种事故让李佛摩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，交易上不断出现失误。1934年3月，李佛摩宣布再次破产，负债约为226万美元，资产为18万4900美元。没有人知道他破产的详细原因。这次破产，美国刚好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，股市规范变得更加严格。60岁的李佛摩认为这次已经没有心力翻身，他从此失去人生的意义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解除他的会员资格。当时科技并不发达，李佛摩每天用记录报价的方式也能成为一代传奇。而如今下单工具、看盘工具日新月异，散户却没能稳定获利。说到底还是因为交易心态不健康，大多凭感觉凭一股不认输冲劲，而没有依照固定的进出场逻辑。如果当时李佛摩有现在先进的工具辅助，也许会比神更神。我们现在至少有超直觉波段软体能够协助我们盘中更顺畅的思考，不用绑在电脑前面，电脑、平板、手机各种装置都随时打开来使用。不会看筹码，不会看背离，不会看承压，不会看强弱，就让软体给你提示。新年超优惠活动将在2月中旬公布，还有专属的群组讨论。优惠活动限时又限名额，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小帮手，抢先卡位哦。1940年感恩节这一天，他开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，一代交易传奇就此落幕。正当大家以为李佛摩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资产时，有人说他的信托基金还留有500万美元，所以很有可能李佛摩不是因为经济问题，而是家庭问题以及精神状况。李佛摩留给老婆的遗书写道：忍受不了了，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糟，我已经厌倦了抵抗，没办法再坚持下去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，我不值得你去爱，我是个失败者，我真的很对不起，但这个方法是我唯一的出路。说到一代交易传奇会想到李佛摩，历经数次破产的交易只会想到李佛摩，最后以自杀收场也会想到李佛摩。
李佛摩的传奇故事很巧合地验证了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：市场永远不会错，只有人性会犯错。如果你想知道李佛摩的投资哲学和心法，可以在下方留言敲碗下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杰西·李佛摩的故事。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。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，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布丁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